就算雨伞破了，身体湿透，没法子。就算冷笑冷到不是味儿，就算我向世界飛奔千百里，又再輸。就算跌過百次，再沉下次，溫室無非逃避災或雨，傷寒像照鏡子，淚痕仍似詩，曾想像太好，歷太多失意，孤單的滋味，天知我知，太幸福的事，也許要變過幾次，風到珍惜的意思，曾失望太多，就是多一次，不捨的思念永不可遏止，追着緊的事已經錯過無下次，請讓我將心中句子認真講你知。我为大家介绍，这位是斯普拉先生，这位是乔先生。乔先生，幸会幸会。我们警方查到，你应该早就认识萨普拉先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去世的太太柴静姿，跟他曾经是情侣。继续。油麻地曾经有一起运钞车劫案，柴静姿被怀疑帮匪徒做内应，被我们警方扣查。虽然最后证据不足，但是巧合的是，没多久你事业有了起色。首先，我要承认。我刚才没说实话，我说是萨普拉来香港集资的时候认识他，不是事实。不过，你跟我一样是男人，我相信你会明白，男人对自己的老婆、以前的情人，或多或少都会抗拒。所以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是是非非、感情瓜葛，我不想再提，所以我跟你说不认识他。合理。至于你说我太太是运钞车劫案的嫌疑犯，我后来才知道。但是，我100%相信我太太是清白的。至于我的嫌疑，在劫案发生的时候，我还没认识我太太。不过，我承认，在案发的时候，我曾经犯过罪。33年前，我跟我弟弟阿水从内地游泳到香港，做个小摊贩。但是呢，被流氓欺负。我跟阿水很气愤，我们如果不反击的话，就会被欺负一辈子。所以呢，就去找那群流氓，跟他们打架。后来打得两败俱伤，被送进了医院。我跟阿水在医院躺了足足2个月。哎，我还记得那天是年28。我跟阿水是在医院里过年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劫案是发生在2月，就是说，我当时伤势很严重，还躺在医院里，不可能出去抢劫。徐四儿，我知道以我的片面之词，你肯定很难相信。我想，我试着去找当年的医疗报告，希望可以解开你的疑虑。这样最好。他居然查了这么多，那他有没有怀疑你啊？暂时没有，他所有的疑问我都回答得合情合理。我看他的表情并没有怀疑。800年前的事都挖出来，再挖下去可不得了了。不过这个许四实在太聪明了，一点线索都能挖到这么多东西。哇，再让他挖下去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就是啊，要是别的人还好解决，偏偏他是子林喜欢的人。哎，这件事情有点棘手。
乔先生，哎，来，坐。不好意思，处理案件迟到了。上次你问我的那个案件，哦，不是那个。我们收到你的医疗报告之后，知道运钞车劫案与你无关，正准备结束调查。这个案件结束调查，并不代表事情已经结束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上次你来找我，其实对我来说是提醒了我。运钞车那件事是澄清了，但是并不代表你以后不会再来找我。那因为毕竟我是做生意的，我在商场上可以生存到现在，有我的方法。乔先生好像想说一些事情。世上的事不是只有黑和白，中间有很多灰色地带。作为一个生意人，为了生存，为了自保，很多事情得要冒险。那比如说，如果要做成一笔生意，很可能要使用非常手段，那这就是商场上的潜规则。总之呢，这个世界上是弱肉强食。如果你不想当鲨鱼的点心，你自己呢就要当鲨鱼。你懂不懂我想说什么？我想我懂了。不过，我身为警察，我的职责呢就是执行法纪，所以我跟你看法未必一样。我希望你能明白。你这种性格我很欣赏，因为你跟我的决策不同，并不需要达成共识。但是，你跟我呢，有个共同疼爱的人，我不希望以后有任何冲突而伤和气。这个方面很难解决，我想了很久了。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辞职，不要当警察，那么你跟我就不会再对立，以后呢，也不会有任何矛盾和冲突。至于工作呢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出钱让你成立一家保安公司。我有很多朋友需要你这种人才，所以在客源方面并不用担心。乔先生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如果你不转行，肯定大家都不开心，包括子林。但是我想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解决。但是这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，而且我希望在子林回来之前解决。29号，我给你1个月时间，希望你考虑清楚，等你的好消息。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。对不起。喂，爹地，是我啊。子林，有什么事？没事啊，我刚做完物理治疗，打个电话给你。医生说我的进展很好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那么记得要好好休息。你在干什么呢？谈事情。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？是不是在跟许四儿谈事情啊？是啊。真的？你们在谈什么？闲话家常。许四儿那么忙，哪有空跟你闲话家常啊？我想跟他说几句话。你等一下啊，子林要跟你说话。喂，伟琛啊。你好吗？我很好啊，我今天特别好。医生说我的进展很好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回香港了。是吗？我不占用你的时间了，回去再慢慢跟你聊吧。你可不可以再让我爹地听电话？哦，好。乔先生。喂，子林。爹地啊，我回去再慢慢跟你聊，你不用为我担心的，拜拜。拜拜。原来爹地跟伟琛会继续见面，我觉得好意外啊！就算是你也不用高兴成这样啊！当然高兴啊！他们见过面，表示有话题，有话题表示关系良好。要是他们两个爱理不理啊，我肯定要头疼了。你看你还没跟许瑟在一起，就已经把他当是自己人了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哎，不说了。我在想，要是我可以早点回香港多好，留在这儿觉得好闷呢。
闷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不要不要，万一我出去不小心摔倒，又撞到伤口，就很久才能回香港了。那你这几天要记得坐着睡觉了。如果你躺着压到伤口的话，就回不了香港啦。我会小心的。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如果你不转行，肯定大家都不开心，包括子林。知道了，抱歉。头儿好哎，来了。 ，PC66332杨耀东向许 Sir 报道。杨晓东，欢迎你加入专案组，一起努力。 Yes Sir，Thank you Sir。很好啊，巴达第一天上班多有精神。头儿放心，我们一定情同 brother。阿头，你今天肯定遇到麻烦事儿了，堵车。还用问？头儿一向不迟到的，今天呢就……喂，10分钟而已。对不起啊，今天比较晚出门，以为走小路会比较快，结果呢有辆货柜车抛锚，所以就迟到了。哎，迟到就是迟到，今天下午茶我请。头儿，谢谢你让我过来专案组，谢谢你帮我找回自己。之前周周跟我分手，我就像空了一样，什么都不想做。有一次值班还把车开上了行人道，本来真的准备干脆回去跟着我妈卖原子笔、橡皮擦就算了，最后还是没放弃。所以我要谢谢你点醒了我，让我知道自己最喜欢做的是警察，让我可以重新振作。可是我最高兴的是可以跟着你，不止你高兴，我也高兴。所以我很清楚，当一个人迷惘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拉他一把，有多重要。我知道我没本事去扶你一把，但是如果有什么想要倾诉的，找巴达。有病，我没事。没事。第一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上班迟到。第二，你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笑容，我从没见过你那么烦恼。唉，我跟黑里的事情你也知道一点吧？是，之前周周跟我说过。但是你现在跟黑里算是得偿所愿了，还有什么好烦的？虽然我跟黑里的感情呢并不是很深，只是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，但是后来慢慢觉得他在我心里占有一定的位置。那很好啊，还有什么好烦的？恋爱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嘛，有时候家庭背景也很重要。你介意两个人不同阶级？阶级并不是障碍，其实问题是在他爹地。怎么说呢？一个生意人，一个商人重视什么呢？重视利益，凡事都是利益为先。但是一个警察重视什么？法纪、正义啊。除非他爹地做了犯法的事，我觉得大乔先生是个正当商人，并不是一定要犯法那么明显。这些生意人所谓的潜规则，他们觉得很平常，但是作为一个执法人员，却不能接受。所以呢，我跟他爹地呢，根本就是对立的。黑里夹在中间会很为难。但是起码大乔先生不反对你跟他女儿在一起啊。可是有条件，他要我2选1，要我放弃当警察，不然就放弃黑里。我记得在孤儿院的时候 ，Sister Mary 教我，做人一定要会分是非黑白，是对是错一定要分得很清楚。但是大乔先生跟我的价值观不一样，他要我放弃当警察，就是等于要我放弃一直以来相信的价值观。也就是你觉得不值得为黑里而放弃当警察？如果我真的可以放弃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，还是当初黑里喜欢的我吗？我连自己做人的宗旨都可以不顾，还值得别人喜欢吗？桃儿，你不是真的打算放弃黑里吧？哎呀，黑里还没回香港，还有时间慢慢考虑，不用这么快决定啊。
也许到时候大乔先生会改变主意呢。乔先生，翁先生打电话找您。接进来。我亚山，刚哥你好。待会儿有空吗？阿基跟阿涛他们说要玩牌，6点钟。不行啊，今天正好约了宾客。哎，你们今天不是约好去签约吗？本来是，但是萨普拉说要处理私人事务，前2天回印尼了，说最快要今天才能来香港。但是那边有水灾，昨天机场被淹了。就是，昨天开始封锁跑道，所以他没办法飞过来跟我们见面。我们3个人呢就闲着没事儿，正好想着约你玩牌啊。但是不知道我会谈到几点。这样啊，等等，我有电话。阿山，没问题了。萨普拉从印尼机场打电话来，说机场的官员跟他说水已经开始退了，跑道随时会重新开放，应该会赶得及过来签约。还叫公关把记者会延迟2个小时。赶得及最好。哎，可能是好事多磨吧。那就不打牌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大致上那个融资计划没问题，我回到纽约会跟总监开会，确定细节部分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好。哎，谢谢谢谢，不用客气，谢谢啊，两位先生，再见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哎，是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三哥、水哥，咦，喂，邦哥的签约仪式延后2个小时，现在应该才开始吧？取消了。取消了？为什么呀？今天早上我去了涛哥的酒店，帮他做准备工作，还帮他装麦克风啊。后来索波勒先生打来说，什么印尼那些班机乱七八糟，然后说晚一点，晚一点啊。哦，只是说晚一点，没关系的啊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没问题啊。他还说就算晚到7、8点也可以，总之要我们一定要等他过来为止。我说当然好，好，我一定等你。后来3点多又打来说印尼机场关闭了，飞机飞不了了，有什么办法啊？只好取消了。哦，今天不能签约，就改别的时间做生意，就这样啊？是啊，哎，早知道那边机场跑道关闭，就应该把签约仪式改别的日子。哎呀，大家都已经答应合作了，也不差这几天吧？就是，如果像这样延后再延后，只会弄得自己阵脚大乱啊。是啊，确实是乱七八糟。记者早就到那儿了，他们绝对不会白跑一趟嘛，就缠着邦哥那些人做采访。我这种跑龙套的小角色，忙了一整天，白忙了，就回来害怕我了。阿尚，我看你喝了很多酒，早点回去休息好吗？是，我叫司机送你回家啊。不要啊！哎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没人理我不要紧，我习惯了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这次老天爷让我认识了索普勒先生。你说邦哥他们跟他签了合约之后，我是不是有前途？前途无量，知道原因吗？因为我介绍的嘛。胜哥，我知道，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交出漂亮的成绩表，所有帮过我的 uncle 他们见我都躲着我。只有山哥山哥，那我真的知道你帮了我很多。这笔生意啊，虽然你没有投资。我明白啊，我真的知道你帮了我很多，我永远记得。哎，别说了。对了，哎，别再说了啊，回家睡觉，走，回家啊。水哥，你坐下。你们当我年轻人想当年好不好？好，听我说。说。那你们想想看，有没人想到我唐俊家这种身份，会沦落到去装麦克风啊？你们说，要是我爹爹30几年前不是惨死的话，有他一直支持我，我不是香港首富啊，是可能全世界第一，第二，不是，不会这样，一定是第一，全世界第一，不是，如果他没死的话。嘿，怎么会那么巧呢？萨普拉签约之前遇到水灾，机场关闭了。这样吧，我最近打台球，手气很好，让我把好运给他，让他赶紧签约，让我们好好睡一觉。大哥，一路上你都没说话，你没事吧？
刚才听香说，记者招待会延完一次又一次，哎，但是那个萨普拉呢，却一定要今天签约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着急。你怀疑他有问题啊？他越着急，我就越担心，不知道他在背后玩什么花样。担心也没有用，还好那个项目我们没参加，所以只要跟他保持距离就没问题了。可是那个伤啊，牵涉在里边了，事情变得复杂多了。哎呀，早知道当初啊，就不应该照顾伤，应该要狠心跟他断绝来往。哎呀，大哥，谁能够早知道？我们姓乔的人一向有情有义，尤其是你，嘴硬心软，才刚生气臭骂那个伤没有用没出息，然后呢又会心软，又帮他解决问题。就算现在时光倒流 N 次，你也一样会照顾他。哎，烦也没有用。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说不定那个萨普拉签完合约马上飞回印尼，以后不再往来呢。山哥，又做噩梦了？最近很烦吗？为什么每天都睡不好啊？是烦美国的公司。但是我听赵良说，公司在那边上市，一切顺利啊。哎呀，生意的事你懂什么？哎呀，睡吧。要不我下楼热杯牛奶给你喝，会睡得比较安稳。你说啊，我们一边等一边喝，岂不是越喝越多？等他们来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已经倒了？啊，萨普拉先生，阿哥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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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萨普拉先生，真是雷厉风行啊！早上印尼机场才刚解封，就收到你电话说坐第一班飞机过来。萨普拉先生说得出做得到，这种才是好工作伙伴。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印尼机场封锁拖延2天，白白浪费了大家宝贵的时间。哎，来，客气客气啊！这杯酒，就当我向2位赔罪的。来，请坐。好，其实你也不用这么客气，印尼水灾全世界都知道，对吧？对呀，只是想不到会关闭机场。签约的事，另外约时间吧。是啊，反正早上邦哥到上海去出差，等他回来再一起签吧。这个礼拜我的行程排得很紧，抽不出时间。涛哥的儿子下个月结婚啊，他最近肯定也没什么时间。之前我已经跟邦哥通过电话了，我问过他最近的行程，如果要一起签约的话，最快要12天以后。那就12天以后喽。时间方面我没问题，不过大家都是大忙人，到时候不知道会在忙些什么，所以我们可以分开签约呀，之后再配合时间，一起开个发布会就行了。邦哥做事情一向的习惯是依照计划，既然说好一起签约，别改了啊。是啊，不用着急，反正邦哥12天以后才有空，就这么决定，我没问题啊。我也没问题啊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好吧。头，所有邻居都说没看到凶徒，摆明就是趁着开门进去的时候动手的。这里这么多户，这么多人，怎么会没看到？是怕惹事。巴达呢？在楼下，他跟师姐在楼下问公园跟小巴站的那些人。Sorry。喂，浩雪，你下去帮巴达。在公园聊天的老婆呢，应该会说，想办法讨消息。Yes sir。天伟，我跟你去医院。头啊，法证同事即将搜证完毕，暂时没有见到疑似凶器的物件。那你负责把证物带回去。是头。天伟，我跟你去医院看看伤者。哦，好，好像急着找你，帮我看着。Yes sir。喂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方便，说。我有好消息想告诉你。医生说我康复进度比预期快，我就趁机要医生让我早点出院。他答应让我提早2个礼拜出院，
还有，我有份礼物准备送给你，是摩托车的头盔。我想问你戴哪个尺码？我来猜猜看。我猜你应该戴 L 大码，对不对？对，大码。那你哪天放假？等我回去以后，我约你出来拿给你啊。最近我很忙，有个大案子。哦，这样，那我不跟你聊了，等我回去以后再找你吧。拜拜。拜拜。不好意思，乔静，签错位置了。再帮我印一份。乔静，你不舒服，要不要我打电话给陈医生？不用。啊，对了，阿邦他们跟萨普拉是不是下礼拜签约？是啊，我昨天遇到邦哥的公关，他们正忙着下礼拜签约的记者招待会，他还问那天你会不会出席，过2天会把邀请卡送过来。到时候你帮我推掉吧，我最近有点累，不想出去应酬。我回来啦！哎呀，想死我了！Guten Tag。你喉咙痛啊？Guten Tag。你在说什么？顶klein一声上。再说德文，这个小丫头回来的路上，哇，一直在跟我说德文啊，德国啤酒啊，德国香肠那些，哎呀，一直叽叽喳喳的。子琳怎么变成小麻雀了？来坐。那我在疗养院没人陪我说话，现在回到香港，当然要说个够了。Kelly 没陪你吗？他哪有空陪我？有一个德国医生想要追他，经常请他出去吃饭。我的德文啊，都是他教我的。不是，别听他乱说。那个德国医生是跟我交代他的康复进度而已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啊。是啊，那为什么他跟你交代却不跟我交代呢？前2天啊，还请你吃柏林最有名的咖喱香肠啊，我那份在哪里？你还说啊？还有，我买了很多礼物给你们。是吗？哎呀，这么细心呀！看看，让娘叔拿。这么重啊！看看什么礼物？当当当当！随便选吧。我喜欢这份。这份不行。哇，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是送给许四儿的啊？下飞机的时候我发了短信给他，可是他在忙，所以这份礼物可能要过几天才能给他。正所谓养儿100岁，长忧99。大哥，你得忧很久，你现在才60几岁。你在挖苦我？还没说完，你这种叫做忧中带喜，苦尽甘来。之前你经常在担心子琳的情绪病，但是自从他去了德国一趟之后，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啊！那些德国医生真厉害，除了治好他的手之外呢，好像还换了个大脑。哇，现在说的话比我还多。少夸张了。嘿，一点都不夸张。你看，子琳之前也会把窗帘拉开，但是窗户一直是只开个缝，只有苍蝇飞得进去。现在窗户整个打开了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说不用 Kelly 诊断，我也可以很权威的说，子琳已经完全康复了。子琳的转变是因为感情有寄托，是因为另一个人。那我要修正一下了。原来让子琳变得不一样的并不是德国医生，而是许四儿。大哥，你说许四儿会怎么决定呢？你这个傻瓜，有没有见过不吃鱼的猫？有人会嫌钱多吗？1000亿女婿，他不做，你打死我都不信。你这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，但是许四儿不是那些大多数人，他一向很讲原则，要是转行应该不容易。每个人都有个价钱，我做这么久生意，从没失过手。知道你有钱，拿出100-200亿来给我花花好不好？100-200亿？啊，你呀，哼，你最多值100-200块。喂，我开玩笑，不用这么挖苦我吧。大哥，又想起 Sapula， 他们已经定好签约日期了。先不管那些了，晚上高高兴兴陪女儿吃个饭。
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所以买了2瓶手霜给你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你送的当然喜欢，谢谢你啊。你很忙啊？我只能形容是忙得不可开交啊。自从我的财务广告播出之后啊，有很多人找我，有电影，有广告，有商场活动。你运气好，这2天正好有空才能出来一会儿，不然你根本见不到我。其实给我的礼物交给我表哥就行了，你见到他的机会还比较多。我从德国回来还没见到他，他说在负责一起大案子，很忙。这个表哥怎么这样？陪女朋友重于一切啊！不行，我要帮你骂他。哎，不要，工作重要，不要这么快就帮着他。哪有啊？啊，对了，有件事要你帮忙。你要我帮什么忙？伟琛叔最近很忙，我想趁这段时间多了解他，多知道一些他的事。你可不可以跟我说啊？之前说过了，他小的时候住在孤儿院，之后就跟着我爸爸妈妈住板间房，住过新田地街的唐楼，也住过庙街附近。他从小呢就很懂事了，知道我们家境不好，放了学之后就会去做兼职赚外快补贴家用。之后我们家境比较好了，就搬去土瓜湾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刚才说的新田地街跟庙街还有土瓜湾，这些地方在哪儿啊？你说真的假的？这些地方你都没听过？你是不是香港人呢？你知道我从小有情绪病，我经常都是留在家里。香港有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。Sorry， 我不好，是我忘了。不过呢，这些地方都属于旧区，没什么好逛的。但是我想去啊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走走，了解伟琛的成长环境？哎，别闹了！现在我出门，很多人都认识我的，在那种地方到处走，被记者拍到，不知道会怎么写。不要，你住在那边的，一定要回家的。来嘛，拜托你啊！哎呀，很快就会搬家了，我不要。要是你不想去的话，我也不勉强。那我自己去吧。你自己去？你会去吗？要是你出了什么事，算了，我陪你去吧。真的？我不想被表哥臭骂一顿，更不想被你老爸打一耳光啊！那这里就是土瓜湾啊，就是这样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伟琛最喜欢去哪家店吃东西跟买东西啊？跟我来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人看着我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？怎么这样？他们不看电视的，居然不认识我。哇，你看，3条牛仔裤才100块，怎么会这么便宜啊？欣欣，真的是欣欣啊，我没有认错吧？朱太太、黄太太，是你们啊？啊，对呀，我听你妈说你最近很忙，忙着做什么？记得吗？哦，我记得，卖，汉堡包对吧？那是中学放暑假的时候，早就不卖汉堡包了。是吗？李太太啊，来了，喂，打来催了。欣欣，不聊了，拜拜，我们走了。欣欣，拜拜啊。他们好像连你的广告都没有看过。广告时间，师奶都去洗碗，没看我也很正常啊。看完了吧？走吧。哎，我们还要去庙街呢。那今天这个导赏团就到此为止了。我这个导游啊，够义气了吧？陪你逛到天黑，你逛够了吧？走吧。
这家歌厅就是以前我跟表哥做兼职的地方。他在这儿做过兼职，你能不能带我进去？我觉得里面不太适合你进去，而且我很多年都没有来过，里面的人都不认识我了。欣欣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这里的老板娘霞姨呀。是霞姨，我记得。但是我跟我表哥来打工的时候才8、9岁，你还认得我？哎，我哪有那么厉害啊？是街坊邻居看到你拍的广告，哇，大家都说拍得很好，所以我也看了。哇，看你现在越大越漂亮，没想到你那么上进啊！这位是你的朋友啊？哦，这个是我表哥将来的女朋友。哦，原来是伟琛的女朋友，怎么称呼啊？我姓乔。哦，乔小姐啊。那你不用在外面看了，我带你进去见识见识啊！来来来，好来呀！过来过来，来，过来过来啊！来来来，坐这边，谢谢。诶，霞姐，这个是你小侄女儿，这么漂亮。你们啊，还记不记得那个伟琛啊？伟琛？记得，以前在这里帮忙的那个小男孩嘛。哦。喂，现在人家已经是高级督察了。嘿，小男孩，那这位呢是伟琛的表妹欣欣。哎呀，欣欣呀，哇，原来长这么大了，这么漂亮了。旁边这位啊是伟琛的女朋友乔小姐。哦，伟琛真有本事啊，女朋友长得像香港小姐啊。哎呀，我说是乔小姐有眼光，伟琛是个好男人，嫁给他准没错。是啊是啊。喂，你们别叽里呱啦的，别笑，我们做事了。喂，唱完了，你们点唱吧。霞姨啊，街坊邻居都记得伟琛啊。那个时候啊，伟琛呢才14、15岁，放学之后啊就来这里兼职，在这里帮忙收拾桌子啊，搬东西啊。有人唱歌的时候啊，他还会主动倒杯水，聪明伶俐又很勤劳，所以这里的街坊邻居啊都很喜欢他。还有一次啊，表哥看到一个扒手偷东西，马上就去追他。后来啊，抓到那个扒手，把钱包拿了回来。我表哥注定要当警察的。哎呀，伟琛呐，样样都拿手，可是有一样却很差，唱歌。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每次拿着麦克风，拍子就乱七八糟，而且还会走音，简直是五音不全。有一次啊，我作弄他，一直逼着他要他上台唱歌，结果啊，他一唱就走音，然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，所有人呢都笑啊，他的脸都红了，红的呢像关公一样，对吧？之后啊，他就冲进厕所，半个小时都不敢出来。出来的时候啊，两个耳朵啊还是红红的。不过呢，他后来就发誓一定要唱好那首歌，不让别人笑他。哎，就是这首歌了。老板娘，你的金曲啊！是啊，很久没看到你上去唱歌了。哎，唱一首吧。哎呀呀，好吧好吧，你们这些人呐，非要我出丑才高兴。小头说：“这么快接电话，就是还没睡啦？是不是想一个人想得睡不着啊？”这么晚打电话来，准没好事。你猜错了，赶快去收 email， 我发了很精彩的东西给你。你猜我今天跟黑里到哪儿去了？你跟他出去了？今天他求我带他去土瓜湾看你以前生活的地方，说想要了解你。后来还去了庙街。我以为他不会喜欢，可是他却很有兴趣，还去了你以前在庙街打工的歌厅听歌。他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听得很投入，害我忍不住拍下来给你看。到底你做过什么好事啊？有这么好的女孩子喜欢你，你要对她好一点，如果她走了，你会后悔的。不说了，你慢慢看吧，拜拜。好，晚安。
息。今天干嘛这么拼命啊？要是把肌肉拉伤了，就要进场大修了。隔壁那组的阿牛，就是练得太过火，所以把手扭伤，不能拿枪要辞职。你不是想学他那样吧？唉，一辈子就只会当警察。毕业第一份工作做到现在，我真的想不到自己除了当警察之外还可以做什么。你跟我说说，你除了当警察之外还可以做什么？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？桃儿，你想改变主意啊？这2天呢，我想了很多事情，决定不当警察呢，还是放弃黑利呢？想的越多越无法决定。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吧？没有，发牢骚。我懂，这个决定会影响一辈子。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不会轻易受别人影响。可是原来我没自己想象中那么坚持，那么有原则。就是因为你清楚自己要的是那2样，只不过那2样不可以共存。喂，这个世界不可以两全其美吗？哼，我还想几全其美呢。我想中6合彩啊，又想升职，又不想我妈再唠叨，还想周周回到我身边。这叫贪，做人别那么贪心。桃儿，这是会影响你一辈子的决定，你不用管我，考虑你自己就行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自己会照顾自己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一定支持你。曾想象太好，歷太多失意，孤單的滋味，天知我知。太幸福的事，也許要變過幾次，分到珍惜的意思。失望太多，就是多一次，不捨的思念不可揭止，追着緊的事已經錯過無下次，請讓我將心中句子認真講你知。